这个男人太饿了，想吃地上的梨，可总有人经过，他不好意思捡，好不容易找准时机下手。年轻人，请你进来一下好吗？两个老头叫他上楼坐坐，亨利很是疑惑，但还是决定进去看看。从屋里的装饰来看，显然这家人很有钱。老头见到亨利后，直接问道：“是我冒昧问一句，您还有钱吗？”说老实话，我银行的存款是0。这太幸运了，罗德里克。听到老头的话，亨利觉得他们是在耍他，于是立马起身就要离开。老头急忙拉住他道歉，另一个老头则是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告诉他里面装的是钱，但必须下午2点才能打开。然后他们便送客了。从老头家里出来后，亨利路过一家餐厅，看着诱人的美食，他想着信封里面反正也是钱，那就先吃顿饭吧。因为看到亨利一副穷人的模样，老板就将他带到里面的小桌。亨利点了一大份美食，他实在是太饿了，不一会儿美食就被全部消灭。抬头看看时间，离2点还差半个小时，于是他又点了一份同样的套餐。这时店老板已经开始怀疑亨利是来吃霸王餐的了。20分钟后，亨利又吃完了，到了该结账的时候了。老板看他支支吾吾的样子，更加确定亨利就是来吃霸王餐的。老板态度强硬的让他赶紧结账。亨利再次看了看时钟，虽然离2点还差2分钟，但他不得不提前打开信封了。亨利怎么也不会想到，信封里面竟然是一张100万英镑支票。老板吓得合不拢嘴，他颤抖着接过支票。老板虽然震惊的掉了下巴，但也还算有点理智，立马去找专业人士鉴定。专业人士说，这张支票世界上仅发行了2张，普通人根本看不到，还断定亨利是个行为古怪的100万富翁。老板的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变。哦，这位绅士，伙计哪敢要您的饭钱啊？您的光临就是我们最大的荣幸。客人们也纷纷点头鞠躬，目送亨利离开。100万支票实在太吓人了，亨利决定立马归还这张支票。可等他回到老头的住址，却被仆人告知他们已经外出旅行了。无奈之下，亨利再次打开信封，除了支票，里面还有一封信。原来是2个老头在他身上打了个赌，如果他能在1个月内完好无损的归还支票，便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亨利觉得有些荒唐，这时支票突然被风吹走了，他赶紧去追，每当想要去捡，马上又飞到别的地方。最后好不容易抓到支票，已经变得灰头土脸，衣服更是破了个大洞。而他身后恰好是一家服装店，穷人看了眼支票，径直走进了服装店。一个穷人走进了一家服装店，立马就受到了歧视。告诉托德，赶快把他打发走，从旁门出去。于是伙计给他拿了一件便宜货，还让他赶紧结账走人。亨利也不生气，平静地将一张100万支票拿了出来。伙计看到后，直接吓得泣不成声。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在等他找钱。老板接过支票一看，差点给吓断气了。你这个白痴土德，你竟然把这位绅士带到这个地方来！随后老板立马献上殷勤，拿出贵族的衣服给他量身定做，并告诉亨利不用急着付钱。在得知亨利没地方住之后，立马为亨利订了一家酒店。酒店老板得知古怪的100万富翁要来了，立马召集佣人告诉他们，你们务必要以我们饭店赖以成名的无微不至的服务来接待他。除此之外，还把老公爵从他的豪华套房里赶了出来，腾给即将到来的亨利住，一切准备就绪。经理来到门外等候，刚好看见一个奇怪的胖哥，他以为这就是100万富翁，热情地招待他。直到真正的100万富翁到来时，老板才发现弄错了。他觉得胖哥欺骗了他，要把胖哥赶出酒店，谁知胖哥力大如牛，他们根本招架不住。穷人看胖哥身手不凡，还是个哑巴，就跟他交了朋友。亨利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提议让他跟着自己吃喝玩乐1个月，顺便保管好这张支票。慢慢的，穷人开始越来越享受这种极其周到体面的服务和各种无限期赊账的消费。与此同时，年轻帅气的100万富翁很快就被登上了各大报纸。美国大使听说后，主动为亨利准备零钱，带穷人参加英国贵族的聚会。聚会上，人们争先恐后的认识他，个个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位英俊潇洒的富翁。一位美丽的白裙姑娘也对亨利心生好感，她让叔叔把她叫来阳台。亨利一见姑娘，就被她美丽的容貌吸引了。他们坐在一起交谈，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他们赶紧躲到狭窄的屋檐下。紧密的空间使两人距离更近了。女孩美丽的脸庞和一呼一吸间散发出的浓浓荷尔蒙，让亨利彻底着了迷。女孩邀请亨利参加一场慈善募捐，亨利不仅给慈善机构捐了一大笔钱，还稀里糊涂地拍下一个花瓶。亨利的账单一天比一天多，他经常做噩梦，别人向他要债，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亨利苦恼的时候，他父亲的商人朋友特意从美国赶来，想借用他的影响力炒作股票。亨利爽快地答应了他，于是商人赶紧来到交易所，打着100万富翁的名号，为他的金矿多买了2万股。随后他放出口风，100万富翁看好金矿，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交易所瞬间人山人海，大家也跟风买入。就这样，股票一下翻了几10倍，亨利也因此净赚了2万英镑。
这让被迫换房的老公爵更是嫉妒。于是他和酒店佣人策划了一场阴谋。佣人趁亨利不注意，偷偷将那张100万支票藏了起来。然后老公爵开始四处传播谣言，说亨利就是个骗子，因为大家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过那张支票。很快就有记者来采访穷人，当让他证明清白时，亨利突然发现支票找不到了。报纸上迅速刊登，英俊潇洒的100万富翁竟是个骗吃骗喝的穷小子。事情发酵得很快，热情的人们都变了脸。服装店收回衣服，酒店催他付房费，股票也因此迅速亏损。亨利不顾阻拦，来到交易所劝说大家，可当时的人们只认钱不认人。亨利解释再多也没用，还被人扔了出去。等亨利回到酒店时，大堂内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大多数都跟风买了金矿股票，说是被亨利给欺骗了，要讨回一个说法。眼看事态逐渐失控，甚至有人和亨利打了起来。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号角吹响，只见老公爵举着支票来到亨利面前，把支票还给了亨利。老公爵向亨利道了歉，他原本只是想戏耍一下亨利，没想到事情发展出乎了意料。亨利接受了他的道歉，然后高举支票向众人展示。看到此景，那些闹事的人们又变回了以前的嘴脸。天哪，那家伙真是个富豪，上帝保佑您先生。随后便蜂拥而出，重新买股票去了。很快1个月期限到了，亨利原封不动地把支票还给了2个老头。这1个月的经历让他看清了人情冷暖，最后他和贵族姑娘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想必很多小伙伴都在英语课堂上看过这部影片。其实穷人能享受与他身份收入不匹配的消费服务，只因为他手上有张100万英镑支票，这是100万英镑在当时拜金社会中的身份价值，而这份价值背后就只是一位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可想而知，钱在资产阶级社会叱咤风云的作用，人们只在乎你手中有多少财富，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人是好是坏，因此也会出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2极分化现象。穷人可以靠着别人的财力获得自我价值，再借着自我价值赚取真实财富，这就是资本运作的力量。如果是你，会选择归还那张支票吗？